大厦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西北省第1届民间发明大赛正式开始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本次大赛的评委们：西北省物理院院长陈峰，西北省化学教授张明，高能物理学研究员李泰。大家掌声欢迎各位评委。我穿越回来60年前，已经1年了，而今天是高考。在穿越回来的1年里，我让60年后才能诞生的可控核聚变提前出现。不，我能否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？林教授，您的室温超导材料已经正式通过了全球所有科研单位的验证。真的？属实。太好了！室温超导材料是可控核聚变中最重要的一环。现在全球已经迫不及待要进行可控核聚变的实验。一旦成功，我们大厦将率先进入无限能源时代。无限能源，无限能源，我们成功了！成功了！老师，您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。是放弃高考，还是让你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？哦呦，刘老师您来了！星火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我亲自送他去考场，这一次他一定会成为全国状元。哈哈哈哈！星火呀，来了！星火，刘老师，爸，帮我搭把手呗，送到门口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能说的秘密。来，快点快点，有点沉啊。小心点啊。师傅，帮我送到韩城会展中心，明天发明大赛的现场。什么发明大赛啊？星火，你马上高考，你要干什么呀？爸，刘老师，我决定放弃参加高考，我要参加民间发明大赛。啊，走了。上天让我回到60年前，就是让你提前让核聚变问世，让我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代诞生。星火，你疯了！今天是你改变命运的日子，10年寒窗无人问，今天是你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林星火。是，一朝成名，天下知。林教授，实验室就在前面，我们快去吧。你们去吧，我太紧张了，我就在这里等结果。你们去吧。好。可控核聚变实验后，理论中存在的太空电梯便会实现，大航天时代到来。一定要成功啊！我已经太老了，害怕没有时间再去失败一次。我害怕我看不见这一切啊！准备启动，5、4、3、2、1。夜空被点亮了，这是粒子碰撞的颜色，这是人类科技巅峰的光芒。哈哈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哈哈哈哈哈！通告全球，2084年11月，可控核聚变在大厦取得突破性进展。从上世纪50年代，可控核聚变被提出到现在130年。历经全国4代人努力，今日成功了。重来一世，
提前公布可控核聚变后，我有60年的时间去看见它的普及，去看见太空电梯的问世和无限能源的伟大时代。喂，我要报名。姓名？林星火，17岁。你的发明是什么？可控核聚变。你能不能做点成人的发明？这是严肃的科学发明赛场，而不是你搞笑的地方。我发明的意见分歧器可以解决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意见分歧，完美的杜绝了石头剪刀布出手不一致的时间的问题。淘汰，淘汰！凭什么淘汰我？凭什么？我的作品是好的。我说主持人呐，如果接下来参赛选手们的发明啊，要是全都是这些幼稚可笑的东西啊，这次所谓的比赛啊，就不需要我们这些评委了啊！只是一个省级的民间比赛，要求何必那么高？下面呢，我们看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。网络票选第1名的是来自于张寨村村民发明的电动捕鼠器，率先突破了网络投票1万票大关。民间的科学水准堪忧啊！你说这都是发明的什么玩意？这是。主持人，如果说这所谓的发明大赛节目是这样的形式，我想我们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，这在侮辱科学和发明。这些教授难道还盼望着民间发明大赛里能有人发明个光刻机，发明个战斗机不成？绿绿，再坚持一下。还有最后一名参赛选手叫林星火，今年才17岁，很有话题性。录完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收工了。收到，收到。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参赛选手登场，林星火，17岁，韩城第1高中高中生。这是民间大赛，你又不是专业的，这些评委分明是在挑刺啊！哼，他们凭什么对我们要求这么高？难不成还有人指望能发明出高科技啊？下面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参赛选手登场，林星火，17岁，韩城第1高中高中生。你是高3学生？目前是。今天是高考的日子，你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？参加高考无非就是获得一个理科状元罢了，而我今天站在这儿，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我的发明将引领这个世界进步最少60年。哼，还全国状元？你的发明是什么？哎呀，想到啊！老李，你儿子上电视了，快看看，快看看！我的发明是核聚变，准确一点来说，可控核聚变。放屁！简直胡说八道！这小子，你说他是不是魔怔了？放弃高考，就是为了上这种节目上去吹牛啊！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啊？可控核聚变就是以海水为燃料，在上亿度高温以及太阳核心般的高压下，让氢的同位素氚和氘雾化，发生聚变反应，从而释放出恐怖的能量。什么意思？您坐下好好跟我说说。啥意思啊？说说。氢弹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听说比原子弹还要强几万倍。林清火造出氢弹来了？不是，这个技术啊，比氢弹还要顶尖。这个氢弹它在引爆后啊，在一瞬间，它会爆发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能量。可是这个可控核聚变呢，它是要控制这种能量，控制能量的大小，控制能量的输出以及输出时间的长短。那有啥用啊？发电呀！发电，将它恐怖的能量变成电能。这个功率啊，是核电站发电功率的上万倍。这么说吧，如果这个核聚变的研发成功了，一升海水所能提供的能量，相当于600升汽油啊！怎么可能？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技术啊？所以我就说这小子太魔怔了。
全世界研发100多年都没有研究出来的东西，他说他造出来了。你胡说八道，哗众取宠！哎，你是在侮辱我们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可控核聚变？教授，您别激动。我来说吧，在上亿开尔文的高温和高压之下，使海水中氢的同位素发生聚变，这就是核聚变反应。整个大厦只需要10个核聚变反应堆，就可以让大厦进入无限电能的时代。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控核聚变。难道比我的意见分歧器还厉害吗？喂，台长，这个林星火是我们台的救星啊，收视率一直在上升，一定要稳住，稳住啊！是台长。丽丽，收视率在上升，快听到节目效果。收到。林同学的发言大家都已经听到了，那3位评委有什么想说的呢？台长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的收视率已经突破1%了。网络直播平台观看发明大赛的人数已经突破了200万。什么？原来我以为这个比赛黄了，没想到最后这林星火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。喂，节目延长时间，收视率破1了。台长，原计划发明大赛10分钟后结束，要播放电视剧的。电视剧有这么高的收视率吗？我能预见，咱们这次能够突破有线电视收视率的5%大关，网络直播定会突破1000万大关。也不知道这可控核聚变是不是真的？你什么呀？能是真的吗？但是只要收视率上去就行。那万一要是真的呢？要是真的，那么全球都会关注我们这个发明大赛，林星火就会是全球最要紧的人物，未来就会被写到全球的教科书之中。而我们这个节目的工作人员都会出现在以后的课本之中。名垂青史。老公，快看西北电视台的民间发明大赛！那脑残发明有什么好看的？有个高3的学生说，他发明出了那个什么可控核聚变。啊？什么？快来看，咱们韩城有个高中生参加发明大赛，还说自己发明了可控核聚变。现在的节目为了炒作，真是什么都敢夸大。林星火，你认识啊？我儿子的同学，都说他这次参加高考拿下全国理科状元是铁板钉钉的事儿，超级学霸，就连学校的老师都要向他请教问题。你为了上这次节目花了不少时间，在电脑上查了很多相关资料吧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查。现在所有的一切资料都是理论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质疑全球科学家，以至于全球共识？是大胆、狂妄！一个高中生竟敢质疑全球的科学家，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！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：那有人有发明出可商用的核聚变反应堆吗？虽然没有，但是既然没有的话，那我就想说，所有的科学都应该以事实为基准，而理论只不过是推算的依据，所以我愿称之为现在所有的资料为幻想。你竟然说全球的研究都只是幻想！节目效果根本不需要我来创造。林同学，你说别人的都是幻想，难道你的就不是幻想了吗？我的不是幻想。那你拿出来呀！你们学校教出的学生，难道都是像你一样满口胡言的社会垃圾吗？小子，拿了小箱子登台，你别告诉我，你所谓的可控核聚变，只有这个小箱子这么大吧？这不是可控核聚变。拿不出来就不要在这里。我说了，我拿得出来。那你拿出来呀！我拿得出来，但是在之前，请大家先看看这个。那个发明大赛现场在哪？是啊，有个叫林星火的参赛选手托我把他发明的东西送过来。林星火？难道这就是核聚变？林同学，这是什么？当前世界并非造不出可控核聚变，
高温可以模拟，高压可以利用磁约束线圈来模拟，但是想要模拟这种环境，则需要大量的发电。什么意思呢？可控核聚变是用来发电的，而现在我们却要用大量的电来发电。简单一点来说，就是可控核聚变1小时发电量为1000万千瓦，而产出的电量却只有5000千瓦时，那就是浪费了5000千瓦。没错，发电量为负数则代表亏损。想要真正实现可聚变商业化，则需要让它的发电量为正。这谁不知道？但就是无法解决。要想把发电量变为正数，那就必须让磁跃数造出高压环境，而且不再继续耗电。没错，我做出来了。凭什么说你造出来的？这就是室温常压超导。室温常压超导，不可能！室温常压超导，什么意思呢？室温常压超导体。刘老师，那是什么？室温常压超导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林星火呀！老师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好啊，难得你需要我帮忙。老师，我想要一个铜离子无菌实验设备，以及180度的零下环境。180度的零下环境？你是想进行超导体的实验吗？能吗？我的导师是高能物理学院的杨宇教授，我好好跟他说说，看能不能借过来。但你要告诉老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在绝对凝固的状态下，大部分金属都会出现超导现象。我想改变铜离子的离子态，以达到正确的比例。然后呢？进行室温常压超导。这可是全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材料。不过你有梦想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只是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。老师，你就拭目以待吧。1年前，你说你要做，我还没当回事儿。刘老师，什么是室温常压超导啊？很难和你解释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谁发现室温常压超导，谁就会获得诺贝尔奖。诺贝尔奖？做出来了，恭喜啊！什么？你的儿子，我的学生林星火，他很可能记录在全球的教科书上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恭喜啊，恭喜啊！什么呀？你们说的是？他很可能走进斯德哥尔摩市政厅，身着燕尾服，鲜花铺道。刘老师，你给我说出的什么地方？诺贝尔奖颁奖地点。什么？诺贝尔啊！这是室温常压超导体，即使他没有发明核聚变，单凭这个室温常压超导体，全世界也会知道他的名字——林星火。是温的，不是低温的，真的是常压超导吗？别扯淡了，这肯定是魔术。室温常压超导体可是能改变世界的材料啊！高中生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这不可能！到底什么是室温常压超导？不知道啊，但看专家们的反应真……苏丽丽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多说一句话。为什么？我们不需要任何话题炒作。我感觉他的发明是真的。什么？什么真的？喂，你的东西到了，送到哪儿？送到演播厅。哎，好的好的。你知道这东西的意义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将它提前60年带到这个世界里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以为靠一个磁悬浮魔术就能骗到我们？你不说你造出可控核聚变装置了吗？东西呢？对呀，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呐！拿不出来了吧？我第一眼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，小年纪就学会造假了。超导材料容易造假，你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老师们，稍安勿躁，东西已经到了。什么是室温常压超导呀？我刚查了，这可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材料。我就说了吧，星火肯定没有吹牛。我儿子的同学，他
他是我儿子的同学。他们班主任刘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就说过，林星火，神一样的人。哎，我说星火陈大伯，你下午赶紧来家里。星火呀，这次要光宗耀祖了。他的老师说他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。对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闺女，你赶快回家。咱们隔壁的林星火呀，他马上就要成为大人物了。再过一会儿，可能全球的记者和电视台都要过来采访了。你赶快回来露个脸，快点，快点。刘汉龙，要给我打电话做什么？老师，我虽然让您失望了，但是我的学生将会让您骄傲。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你是我最丢人的学生。什么超导可控核聚变，大言不惭，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哎，我说你一个秦国人，怎么想起给我大夏的人打电话了？萨瓦迪卡，恭喜你了！恭喜什么呀？听说你们大夏的高中生已经发明了可控核聚变。我，哼，连这个秦国人都在讽刺我，丢人丢到国外去了。这可控核聚变的技术，在100年之内不可能有突破。我的学生竟然说他的学生发明出来了，真是丢人呐！现在必须让这个节目停播，我要亲自去一趟，去韩城，不然全世界会嘲笑我，嘲笑整个大夏。赶紧走！喂，什么？超导可控核聚变？使用液氮制造零下180度的超低温，才可以让金属达到超导悬浮的状态。而现场是常温，是常压，真的是室温常压超导。我天哪！这种石破天惊的东西要问世了！来人，立即安排飞机去大夏韩城，要快！全球科学要出现颠覆性的历史时刻了。是。老徐，你应该在楚国也听说了吧？我比你早1分钟，我现在正去往机场的路上。我已经看了直播，室温超导很有可能是真的。这不是大夏的事情，这将是全人类的盛世。快去机场！好。超导你能做得出来，但是你该不会真的以一己之力做出了整套核聚变体系吧？紧急号外！大惊小怪的你干什么？西北卫视的民间发明大赛，有个叫林星火的高中生发明了可控核聚变。他的室温常压超导刚刚得到初步的证实。就在刚才5分钟，大夏已经收到超过60个国家发来的问讯，已经超过30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赶来大夏韩城的路上。您看，难道是传说中可控核聚变？对，就是可控核聚变。现在全世界都在等着它拿出来呢。放下你手里所有的工作，如果这是真的，这是天大的新闻呐！露出大手！我现在宣布，至少安排10个的记者小组，不，20个，火速赶到韩城，拿到1手资料。快，慢着，快走！安排2个采访小组去林星火家进行采访，采访他的家人，采访他的邻居，采访他所认识的人。快！是，快走！快！现在全球的新闻媒体都在赶来的路上，而我们距离最近，这是最大的优势。叶寒林星火不是我楚国人啊，3小时内必须到达韩城。到了没有？你看都多长时间了？我怀疑啊，你根本没有到手，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。
对，就是那个箱子，幸好他逃过了一年托。东西送到了，谢谢师傅。这就是核聚变。这个箱子就是，扯不扯淡嘛？这个。那不好意思，老师，真不能拍摄。为什么呢？科技含量过高，不宜展示。都远离一点，听离心火的，千万不要拍到细节。收到，导演。这就是核聚变。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可控核聚变。可控核聚变就这么点大小？光加热装置就一间房子那么大，再加上聚变反应室、电机转换机制以及磁约束装置，最少也要一栋楼那么大才可以。这些社会败类，我怀疑啊，他们就是借着杨教授您的名声，在外边炒作。林星火是刘汉龙的学生，而刘汉龙是我的学生。刘汉龙经常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，我原以为他想巴结我，你这么一提醒，我才明白，他是想借助我的名声炒作呀。老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学生一定会成为大夏的骄傲。结果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，连各国科学界同僚都在打电话讽刺我。今天我要整个大夏再无刘汉龙和他的学生容身之地。走！这就是核聚变。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竟然有机会看到核聚变的问世，值了！爸，民间发明大赛出现了！我正在看。对，就是这个林星火。他拿出来的抽套是真的，可是我认为可控核聚变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迈过去的坎儿啊！要是他能够真正的成功运行，那对我们大夏来说，是全世界，是整个人类都是开天辟地的里程碑。这可是您追求了一生的历史时刻呀！安排直升机，我要亲自到韩城，见证这历史的诞生。是。怎么，休息会儿吧？这可控核聚变的瓶颈，那可是世界的瓶颈啊！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突破，那整个大夏都会走在全世界的前头。老王还在计算，这计算量太大。哎，听说引进了一台计算机，我们去申请一下吧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，赶紧走。40年了，我们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可控核聚变就是锁住人类科学发展的枷锁。老王，乐观一点，40年来我们从无到有，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的子孙辈会实现可控核聚变。可是我快要死了，注定是看不见了。我努力活久一点，替你看到这一天。好，这就是核聚变。它真的要出现了吗？我们追寻了1个世纪的东西。爸，都安排好了。好。
这不会是真的吧？什么真的？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怎么可能被一个高中生发明出来？老教授，你失态了哈。对，是我想多了。这是成品吗？是完成的成品，对不对？如您所想，这不可能！这么小的体积就能用铁桶装得下来？没错，在60年之后，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就是这么小。它已经不再是那个巨大的反应堆了。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不是也有一个房间那么大吗？而现在我们却可以将计算机装进我们的口袋里，而它的功率却是之前的上万倍。所以，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也是如此。黄口小儿，第1代都不可能啊！你竟然告诉我你到了第3代！哎，老赵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可控核聚变装置不仅仅造出来了，还领先了几个时代？第1代是我发明的，而第3代也是我发明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成功了！第3代，它可以使用吗？它可以实现正向发电吗？当然，快，立即开始验证。对，但是你们真的想好，你们真的要在这个现场进行实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可控核聚变还没有适配的变压器，它释放出来的电量超乎你们的想象，超乎我们的想象，10万千瓦时，100万千瓦时，怎么的？难道还能500万千瓦时啊？500万是它瞬发的一个电压。什么？3分钟内，可控核聚变发电站的发电量可以达到10亿千瓦时。胡说八道！你知道10亿千瓦时是个什么概念吗？一个大型火力发电站一天的发电量才不过7000多万千瓦，而你却说你的装置3分钟就10个亿，而且是至少。林星火，科学是严谨的。陈教授，我也是严谨的。你，如果要进行这场实验，那我必须先说明2个后果。如果你们都能接受，那么实验随时开始。什么后果？如果要进行这场实验，那我必须先说明2个后果。这还能有后果？第一，装置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的电，需要多少？抽干整个含成稀胶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虽不是专业人士，但也知道抽干整个稀胶代表着什么。你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？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，就能把稀胶那啥抽干？第二，它正式运行之后会释放超出10亿单位的电压，而整个含成应该还没有处理1级单位的变压器吧？这也就代表着它的电量会涌入含成的千家万户。然后呢？这代表着整个含成的电力将会全部瘫痪。所以我想问，谁来承担这样的经济损失？全场电力瘫痪，抽干整个稀胶的电力，让整个含场电力瘫痪。所以我想问，谁来承担这样的经济损失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责任岂不是我西北卫视的？台长，就在刚刚，咱们电视台的收视率突破了40%了。什么？这意味着整个大厦10几亿人中，就有40%的人在同时收看我们的直播。啊！你看这个，你觉得这个能是真的吗？网络直播同时观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9000万。9000万？这个抄的材料不会是真的吧？这要是真的，我们的科技水平将会前进一大步啊！是啊，现在网络上的网友都在发布统一声明，想让可控核聚变进行验证。验证？你没有听说吗？如果进行验证，整个含成电力就会崩溃。这个责任谁来承担？哎呀，台长，您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发明不出什么真东西来的，怕什么呀？对了，我差点让他唬住了。哎，台长，
收视率破40了。40？好了呀！快，让他进行可控核聚变验证。不行啊，说这样会让整个城市的电力瘫痪的，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的。你上过学没有啊？啊，你还就相信了？他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，两嘴皮一碰，你就当真了？好，是的，台长。收到。林星火，口说无凭，开始你的验证吧。我们节目呀，一向以科学现身为宗旨，该装置造成的所有后果和经济损失，全部由我们节目组承担。那你知不知道损失会有多少？预估损失差不多有20亿。你认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组，连20个亿都没有吗？林星火，我一直觉得你在装神弄鬼。你看啊，现在你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开始吧。少说两句吧。现在谁知道这个装置威力如何？这万一要是真假货，整个韩城瘫痪，你负责呀？哎呀，我信你还真信了呀？啊，刚才主持人都说了，这个有节目组承担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还怕什么？哎，小林同学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我最后声明，我的装置会瞬间抽干整个韩城的电力，整个西郊的电力都会全部瘫痪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行了，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句话。主持人已经说了，损失由节目承担，你为什么不敢开始你的实验呢？林星火，你那个抽斗体也是个魔术道具吧？啊，现在让你开始验证了，你又退缩了。我看你一直都在装神弄鬼，我今天一定要当众拆穿你。我认为节目组暂时还负不了这个责任。不可能。那再加上我呢？老夫可以承担这个责任了。杨教授，认识我？哦，你和你的老师刘汉龙一直打着我的名义招摇撞骗，认识我也不奇怪。快拍，快给特写！收到，收到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隆重介绍大夏高能物理学院物理学教授杨宇阳教授。高能物理学院的教授，天哪，这是比我们请的陈峰教授还厉害？那能是一个级别的吗？陈教授顶多是研究物理学理论的教授，而杨教授每天出入的都是火箭发射中心和量子研究中心。我今天就是来揭穿你，小东西！你的老师是不是刘汉龙？刘汉龙不是一个好东西，你也不是一个好东西。你不是要实验吗？我今天就是亲自来看看你怎么让一个韩城瘫痪的。好啊，刘汉龙就是个社会渣子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36，x 平方。星华老师，别人都早走了，你怎么才走啊？有道题想不出来。哎呀，哎，给你瓶饮料喝，补糖分。长期血糖啊，容易形成低血糖，对你身体可还有害啊！谢谢老师，我会记得喝的。哎，好，一定要喝啊！Hello， 这是科技展的门票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老同学，瞧你说的，你看，哎呀，星火，刘老师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物理学，老师给你弄了张科技展的门票，你去看看，对你有好处。谢谢老师，老师辛苦了。只要学生喜欢学呀，老师就算是呕心沥血也要想办法。老师就怕学生他不想学。老师辛苦你了。
走吧，走。刘老师，您慢点儿。哎，好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要不我骑车载你吧？高中，时光短短3年，是刘老师您改变了我的一生啊！我在问你，回答我，刘汉龙是你的老师吗？刘汉龙，我的班主任老师，亦师亦父。果然是蛇鼠一窝。刘汉龙从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本性难移，有改不了吃屎。这刘汉龙是最让我丢人的学生，这么多学生中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刘汉龙。我的学生里混得最差，在物理学都小有名气了，偏偏就是这个刘汉龙，在一个小小的高中当老师，我丢不起这个人呐。现在他更是教出你这么个玩意儿，竟大言不惭说发明了可控核聚变。你知道什么是可控核聚变吗？别说是你的老师他懂吗？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这叫为人师表。杨教授特别想送您一句话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你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可笑至极！我今天就是过来揭穿你这虚假的骗局。可控核聚变，可笑；正向发电，可笑。你不是说你要抽干整个西郊的电力，然后发出1级单位的电力？好，我就在这里看你。行啊，你要承担全部的责任，对吗？好，我承担。那好，主持人，开始吧。好，太好了！来，全体工作人员各部门准备，林星火准备验证装置了，准备。各单位不许掉链子，每个环节都要完完整整的直播出去。网络直播已经破亿了，各单位一定不要掉链子啊！老师，我是林星火，我不知道您是否在电视机前看着我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去参加高考，没有获得你梦寐以求的全国理科状元。没有对不起，你做得对。但我今天选择站在了这个舞台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说出常温高压超导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已经开始关注，而我即将拿出一个震撼世界的产物，它提前了60年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今天，您的老师杨教授也来到了现场，但他却说，您是让他最丢脸的学生。而您的学生站在这里，告诉全世界，我的老师刘汉龙是世界上最棒、最优秀的老师，因为他培养出了我。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现在这个牛啊，吹得越大，干活失败了，你的老师刘汉龙啊，就会越被抹黑。从今以后啊，我们全世界都知道你老师叫刘汉龙了，对不？他的老师刘汉龙就要抽大街了。对呀，韩城的民众朋友们请注意，1分钟之后西郊断电，2分钟之后整个韩城即将面临断电，请大家远离电源，拔掉插烧，并且远离电线、电子产品、一切电子设施。全城停电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韩城有多大吗？这孩子还真敢吹。请韩城电站做好准备，及时断闸，以求将损失降低到最小。我是陈峰，可控核聚变技术一直在理论之中，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它真正的能效有多大，也许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我个人相信是真实的，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，但古往今来，科学不从来都是如此吗？教授你，我建议大家听从他的，远离电源，远离电线，也许
韩城真的会断电。我有必要提醒各位一句，超过的经济损失非常之大。但是，主持人刚才表态说节目组承担，对，我们承担。还有杨宇教授也说过，他与节目组共同承担。你要是让整个城市瘫痪，我把脑袋揪下来！站长，民间发明大赛有人发明出了可控核聚变。发明者说，1分钟后，韩城的西郊电力会被抽干，然后超过10亿千瓦时的电力会涌入韩城，造成电力瘫痪。是文盲吗？哼，10亿千瓦是什么概念？你读过书吗？你滚出去！是。李先生，可控核聚变一次被发明出来了，半分钟后可能会超过10亿千瓦时的电力涌入韩城，造成整个韩城电力瘫痪。你迅速做好准备吧。啊，不是，这有疑问吗？不是开玩笑吗？可控核聚变技术至少100年内不会有突破，怎么可能？大夏高南物理学学院院长陈开天先生今晚喜讯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，同时赶来的还有全球记者、物理学泰斗、物理学院士研究团，你比他们更懂吗？所有人火速回到岗位！韩城电站立即进入红色预警状态。半个小时之内务必到达韩城。好。亲自看到韩城断电。杨教授，那您是否愿意按下这个按钮？老夫不屑于参与你这丑陋的游戏。我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启动可控制核聚变装置的人。如果这是假的，我将是结束这场闹剧、收尾的人。20秒之后，您会载入史册的。但愿吧。10秒之后，你们将会看到什么是科学之美。所有工作人员做好准备，不要漏掉一丝细节啊！设备已就绪，设备已就绪。4、3、2。今日一朝成名，天下知。陈教授，请开启下一次工业革命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有光，有蓝光。这不是铁桶里发出来的光，像是空间里每一处都在发光。李星湖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光子的运动发出的色彩。光子。可控核聚变是强相互作用力，能让空气中的电子拍击光子，像拍皮球一样，在足够剧烈的拍击之下，光子颤抖的频率会越来越大。然后让人能肉眼可见，当拍击频率超过一定界限，便会产生共振连锁反应。而人类掌握的已知的技术之中，只有核聚变这样的强相互作用力，才能促使整个空间中的光子全部进入振动，产生连锁反应。还有一种可能，
这个蓝光，这是一个魔术，说启动装置后，韩城就会停电。现在整个韩城停电了吗？对呀，咱们可不就在韩城西郊吗？果然是骗人的，不是说会抽干整个西郊的电力吗？这也没动静啊。杨宇教授是什么人？杨教授可亲口说了，这可控核聚变呢，100年之内都不可能实现。这零星火，哼，还在那强撑着，他都被人拆穿了，还在那强撑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这，老李，咱这是南郊还是西郊？南郊啊，南郊。老王，你是西郊的，你没停电，我这会儿都接4、5个电话了，都是问我这停没停电。哦，那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在关注咱们西郊停没停电呢？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吧。老张，你们西郊没停电，我正在看直播呢。对了，林星火真的是你的学生啊？是啊，你们吹的牛大发了，一个高中老师，一个高中生，居然说造出了核聚变，现在连人家杨教授都惊动出来了，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失败了吗？父亲，您觉得它能实现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它却产生了强相互作用力。在他这个年龄就已经制造出了强相互作用力，已经很难得可贵了。100年前就已经制造出了强相互作用力，可是这100年来，全世界都停在了这一步。他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希望他能开天辟地，实现人类的一大步，而不仅仅只是了不起。因为我太老了，我怕我看不见了。西郊现在停电了吗？报告，没有，一切正常。果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喂，李先生，西郊停电了吗？韩城的电站有异动吗？啊，暂时没有。报告，西郊片区触电有异动。什么？监控显示，西郊耗电有异动，流失速度增快。比平时增快了多少？3倍。4倍，是4倍，7倍，7倍了！啊！有异动吗？有异动了！哎，这停电了吗？核聚变呢？时间，他们需要时间。时间要多少时间呢？3分钟，只要等个3分钟，它就会缓慢的蓄积电量，然后正向对外输出。你和你的老师一样，爱说大话，不学无术。3分钟之后，要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话，你是不是该说这技术出故障了？事到如今，我真想撕了你的嘴！你和你的老师狼狈为奸，目的就是博取观众，哗众取宠。刘汉龙是土生土长的韩城人，你也是土生土长的韩城人，果然，韩城永远都出不了一个好东西。杨教授，这是林星火和他老师的行为，您不应该带上所有韩城人吧？哼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韩城出了这样一对龌龊的师生，这足以证明韩城子弟穷山恶水出刁民，男盗女娼，不要脸！呸！他凭什么这么说我们韩城？我们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导演，他胡扯呢！导演，你们都不知道吧？他自称发明了可控核聚变，如此吹牛，丢人都已经丢到国外去了。现在国外很多贵宾都咨询这件事，不出1天，我大夏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，世界各地人人都会嘲笑我大夏的人。什么？国外都知道了？可控核聚变太过惊世骇俗，全球皆知，并不稀奇啊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如果星火这个发明是假的，那岂不是全球都会笑话我们大夏吗？他如果要是真的，那全球不都羡慕我们大夏有此人杰吗？
那人家杨教授都说了，这不可能。现在光我知道，赵国、楚国、秦国的科学团队和记者正在前往我大夏的路上。如此一来，不知他们要怎么嘲弄我，怎么嘲弄我整个大夏呀！在大夏国丢人已经罢了，竟然惊动了外国的贵宾，让我如何在科学界圈子里面对别人寒碜、肮脏之地？看吧，哗众取宠不怕，可是丢人丢到国外了，这可不能忍。该死的林星火，竟然惊动了国外贵宾，真该死！真该死！你们都在说林星火，我相信他会成功的，会成功的，做梦吧你！在大夏内丢人也就罢了，但在洋人面前丢人，我无法接受。杨宇，从此以后的学生绝不收韩城的人，韩城人是我大夏的耻辱。您是哪国人？大夏的人。你也知道你是大夏国人，那我们大夏国之人为什么要一口一个说着国外贵宾？我们大夏之人出门在外昂首挺胸，没有一个仰仗所谓的洋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骄傲，我们有自己的气节。你也配有气节？您刚才说您不收韩城人为学生，说我们韩城的人给您抹黑了是吧？是给整个大夏抹黑了。在我看来，像杨教授这般的丧己之犬，我们韩城人更不会拜您为老师。大胆！敢对杨教授不敬！我的老师刘汉龙前半生瞎了眼，拜您为师。是我瞎了眼。如果有一天我成为大夏科学界的主导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并非科技复兴，而是清除像杨教授这般的丧己之犬。放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神经病！林世火，你知道杨教授是什么人吗？你说话过分了。你那么你说一下，他是什么人？杨教授是大夏物理学泰斗陈开天先生亲口承认的接替他的人。那么就说明陈开天瞎了眼。你敢侮辱我的恩师！如果能钦点一条丧己之犬作为接班人，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吧？放肆！住口！不许辱没陈泰斗！1分钟！1分钟之后，1分钟之后，超出你们认知的科技降临整个韩城。父亲，这林星火太狂妄了，他竟然说你……父亲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跟他们打电话，我跟他们说。林星火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瞎了眼。父亲，我们就应该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和科学。可是你看杨宇呢？他口口声声的国外贵宾，一口一个洋人的看法，就不配进入大夏高能物理研究院。您的意思是，到韩城还有多久？不到1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内必须到达。无论林星火成功与否，他都值得我上舞台替他讲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像他这般的少年，大夏越多越好。这就是林星火的家了。去砸了他的家！这个让韩城耻辱的狗，真该死！让我大夏国丢人的东西！我儿子本来要拜在杨教授的门下，结果就因为他林星火，杨教授就不收韩城的人了。我要为我儿子讨个公道！开门！大夏国的罪人，赶紧给我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就砸开了！开门！你就是林星火的爸爸！今天我弄死你！你们干什么？放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你就是林星火的老师是吧？对啊，他就是跟林星火一起招摇撞骗的人，先揍他！我没骗过人。大夏国的罪魁祸首！刘老师，刘老师，让大夏国丢脸的罪魁祸首，让我儿子前途都没有了！我今天我弄死你！刘老师，刘老师，哎，闺女，你别回来了！哎呦，你星火哥成大夏的罪人了，因为辱骂了杨教授，现在一群人都冲进了家里，把人打了。打死我了！
请你把电视都给我砸了！是。台长，网络同步收看人数突破3亿了。台长，收看直播人数突破4亿了。同步收视率突破70%了，史诗级啊！台长，太好了！台长，收视率突破80%了。什么？我从未想过我们西北卫视能创造如此的辉煌。哎，对了，寒彻西郊停电了吗？没有。看来一切只是林星火的臆想，他并没有做到。台长，如果西郊不停电的话，那么可能我们几分钟后是无法维持这样史诗级的收视率的。看来一切还是昙花一现。站长，西郊葛公村断电了。站长，西郊童子所也被不明原因断电。站长，出大事了！西郊北区不明原因断电。站长，南城区停电了。站长，主城区和西郊主城区都停电了。站长，西郊被抽干了，被抽干了。这都被抽干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该不会真的停电了吧？我去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停电了吗？哎，怎么停电了？这是造了哪门的孽呀？刘老师，都是我那儿子所作所为连累了你，抱歉。星火父亲，我始终坚信，你的儿子，我的学生，一定会一鸣惊人的。喂，西郊停电了。喂，老林，停了，星火他做到了。刘老师，他做到了。喂，我已经抵达大夏韩城机场了，马上前往西北卫视演播厅。什么？林星火的父亲和他师傅在家中被殴打了？因为杨教授认为，他们不可能发明可控核聚变，是大夏的耻辱。这样的天才，你大夏竟然往外赶！那么就别怪我赵国收入麾下。通知上峰，大夏认为他们国宝级的人物是一个耻辱，我们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。申请开出无法拒绝的条件，邀请林星火和他的师傅刘汉龙加入我们赵国，邀请林星火担任赵国高能物理学院的副院长，教授职称，年薪10亿。若林星火愿意加入赵国，赵国可以为其授勋为赵国国柱。年薪50亿，邀请林星火加入楚国，授予楚国千年第一人勋章。大夏不要他，我楚国要。是。无论用什么代价，把林星火全家以及他老师带到大秦。是。他林星火在大夏是耻辱，在我大秦将是英雄。可如果可控核聚变真的被证实，大夏的研究院是不会同意放人的。我大秦愿用3000里江山国土与他交换。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父亲，楚国和赵国可能要来挖我们的墙角了。奉祀大夏的国事，岂由他人来染指？爸，刚收到消息，林星火的父亲和他的老师刘汉龙在家被上门殴打，殴打者声称他们是夏国的耻辱，称他们丢人丢到国外去了。什么？爸！你们都是怎么做的？啊？为什么不派人保护好他们的家人？为什么？请进。停电了！现在停电了！
停电了。是的，父亲。大夏古往今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，他既然做到了，他做到了。是。父亲，父亲，国事不可辱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下林心火，定要给他全家一个交代。传我命令。是，立即派人保护林家。是。找到所有的施暴者，严惩不贷。若是林心火因此离开大夏，所有人将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。西郊已经抽干了，你已经蓄满能量，是时候展现你恐怖的一面了。哼！现在灯火通明，林心火，3分钟已经过了。林心火，我们这个演播大厅就在西郊，可现在也没看到停电呢。你虚来晃去的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吗？在这装神弄鬼，你看我不？11千瓦时，11千瓦时的能量将涌入韩城。韩城的各位居民朋友们注意，远离电源、电子产品，拔掉插烧，因为一场风暴即将降临整个韩城。我看你招摇撞骗到什么时候？停电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提前60年，将你带来了这个世界。前世我没有活着看见核聚变在全世界普及，没有看见太空电梯的问世，没有看见大宇宙时代的到来。此前提前了60年的我，能否看见这一切的发生？我们成功了。林心火，实现了吗？实现了。又是在变魔术。杨教授，10亿千瓦时的电量，哪个魔术可以做到这一步？10亿千瓦，你个文盲！你知道11千瓦什么概念吗？一个火力发电厂每天才发500万千瓦。你知道什么是电吗？林心火，你连电的基本概念都不懂，瞎胡扯！你们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们认知不够。10亿千瓦是什么概念？一个巨型火电站一天的发电量为750万千瓦时，一个核裂变发电站一天最高发电量是2400瓦千瓦时。不要念经了！我要你不要念经了，听见没有？站长，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概念太大了，历史以来没有任何发电量超过10亿的，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们没有任何概念。不对，刚才你说一线城市一天的发电量为10亿千瓦，一个核电站一天的发电量为2400万千瓦。是。你刚才说发电量度量单位是天。对啊。可是林心火他说是3分钟内，可是他说是3分钟内核聚变发电超过10亿，是3分钟内呀。如果3分钟发电量过亿，那就说明一场风暴即将席卷整个韩城，那么整个韩城上千个变压器全部都会爆炸。可是他说10亿，3分钟10亿。如果3分钟发电量过10亿，那整个韩城上千个变压器全部都会爆炸，全部瘫痪。电压过载会形成一场巨大风暴，让整个韩城所有的工厂器械全部烧毁，让所有正在使用的家用电器全部燃烧。所有的，立刻通知所有人，立刻回到岗位，马上准备应急措施，快！是。韩城总电站，请求支援！他妈的，怎么没信号了？紧急广播！紧急广播！走，去听听。韩城没有处理10亿千瓦时的变压装置，一场电力风暴即将来袭，请所有民众做好准备。
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力风暴，请关闭电子设备，拔掉家用电器插烧，远离电源。韩城紧急广播：零星火的可控核聚变设备初步证明为实，在现场演示的过程中启动了装置，即将有超过10亿千瓦时的瞬时电力涌入韩城。10亿电压，放他妈了个屁！这离心火都被杨教授给拆穿了，广播居然还信他的，不行，太不解气了，咱们得把林海再打一顿。走。陈总竟然让我们去保护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我查了半天，这个叫林海的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凭什么去保护他？我堂堂一个兵王，竟然是保护这样的人，简直是丢脸！开这么快做什么？急着丢人啊！我有一个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看见可控核聚变真正实现的那一天。我有一个梦想，等等，因为当我们有了无限的能源、无限的资源，这个世界将不会再有饥荒，就不会再有粮食危机，也就没有战争了。而这一刻，就是人类决出更深宇宙的时刻。你就可劲儿吹吧，我实在想不通，只能用于军事上的可控核聚变，到底和饥荒有什么关系？张教授，请你专业一点。陈教授，我种植业什么？有了这种能源，哪怕是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，也可以搭建温室大棚，机械化智能种植。温度不够，就可以在大棚里安装空调，24小时恒温。没有阳光，我们就来人造紫外线。如此一来，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各个地方都有农作物种植，再也不会有饥荒。你别扯淡，在大棚里安装空调种菜，那空调不要钱吗？当可控核聚变普及的那一天，用电不再要钱，无限能源。而可控核聚变的燃料是海水，海水无穷无尽。还能这样？没错，新能源带来的是和平。从古至今，战争都来源于资源的争夺。古时候是粮食资源的争夺，而现在变成了能源的争夺。化石能源、石油能源都是我们争夺的对象。而当可控核聚变出现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都会变得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的时代将会变成无限能源时代。父亲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是林星火的梦想，也是我和你逝去的王叔叔毕生的追求啊！未来甚至神秘的宇宙深空，对我们都不再棘手。对，可控核聚变只是第一步，全球普及是为了让我们的大航天时代更加顺利的进行。还有第二步，太空电梯，我想要发明一个太空电梯。什么是太空电梯啊？火箭是世界上最不实用的交通工具，如果太空技术没有革新，那么火箭将是永远是最低效率的一种方式。而太空电梯不一样，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往返于地球和太空之间的电梯，那么它就可以做到真正高效率的利用，借用地球的自转，将太空电梯发射到太空之中，然后再利用初级的物理学，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太空电梯。而当可控核聚变普及之后，才会有真正的第二步。太空电梯？这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一种交通工具吗？你吹什么牛啊？可控核聚变能证实吗？10亿千瓦时电能证实吗？你一直高谈阔论着吹。这电压不稳定。没错，10亿千瓦时只是一个起步，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快断电！整个韩城断电了，可控核聚变究竟是怎样可怕的功率啊？电来了！怎么样？电表有没有异常？它超空了近100千瓦的电力后，它开始输送电力了。它真的开始给韩城输送电力了。输送了多少？2000亿瓦呀！2亿千瓦涌入这座城市，是一场灾难。站长，有10亿千瓦时的电力正在涌入这座城市中。什么？站长，15亿了！快切断整个城市的电源！快！是。店长，20亿了，20亿千瓦时，我们的发电厂已经瘫痪了。他们是说10亿吗？啊！35亿了，还在涨，40亿了，45亿千瓦。
这不可能！一线城市45天的总耗电量，3分钟内已经发出来了。核聚变！啊！这是核聚变！真的停电了！巧合，巧合，老婆，你不会真的相信一个高中生能发明核聚变吧？哈哈哈哈！你看我说什么了？这就是个短暂的停电而已，是个巧合。吓死我了！我还真以为他发明出了核聚变呢。哎，怎么可能啊？老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成功了，成功！11千瓦时的电力，瞬间涌入了这座城市。他成功了，星火让电力疯狂降临这座城市。他成功了。这哪里来的大人物？怎么会来这儿？难道林海他儿子的发明是真的？哎呦，快走！刘老师，星火的这个计划会不会给这座城市造成很大的损失啊？这座城市的荣幸啊，千百年后人们都会记得韩城。可控核聚变在整个城市诞生了。韩龙，这是科技展的门票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哎，老同学，瞧你说的，你看，这刘老师，您慢点。好，你放心吧，老师的技术出奇的棒。要不我骑车载你吧？哎，刘老师，刘老师，是我太狭隘了。我之前说过，如果星火放弃高考，我们就会损失一个高考状元。现在看起来，虽然你们损失一个大夏的高考状元，但世界上却出现一个年仅17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在下代表楚国，诚邀林星火加入楚国最高学院，年薪50亿，分国士。什么？你没受伤了？没事没事，您请坐。不敢不敢，你就是林星火的父亲林海吧？啊，我是。来楚国吧，在楚国断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他真的发明出来了，做到了，不好！如果世人承认了他，那我成了整个大夏的小丑。我见证了奇迹的诞生，你做到了。林星火，今天我们节目的收视率突破了80%，全世界至少有10亿人目睹了这一切。从今天开始，林星火的名字将响彻世界啊！林星火，恭喜你成功了。林星火，林星火，恭喜你成功了！这是我这辈子导的最难忘的节目了。可控核聚变成功了，进去吧。哦，成功了！恭喜啊！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没想到我求索了一辈子的东西，在我临终之前还有机会见证大夏物理学泰斗。老师，他就出自我大夏少年之手。老师，老师你怎么来了？你好，我叫陈开天。您好，您辛苦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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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好，我叫陈开天。你好，
您辛苦。看到你拿出超导体的时候，我就赶往韩城了。可惜啊，我紧赶慢赶，还是没有赶到你让这座城市断电的那一瞬间。老师，你不要被他给蒙骗了。杨教授，事实已经摆在面前了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其实20年前我已经发明出来了，但因关键资料失窃，我一直没有进展。我今天终于知道，当年是刘汉龙偷窃了我的研究资料，而林星火是他的学生，所以林星火用我的研究资料发明了可控核聚变。不能成为大夏的小丑，林星火，你必须死。是吗？当然。不过你肯学，也算是个人才。老师，我愿意破例收他为大夏高能物理学院的学生，成为我的学生。虽然他年龄小，但是能破解我的研究资料，也算是有才能。我愿意为他破例一次。林星火，你的意思呢？你笑什么笑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不配。你说的对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收林星火先生当学生？你谁呀你？我冯科代表赵国邀请林星火加入赵国物理学院，担任副院长、教授职称，年薪10亿，为其受训为赵国国之助。什么？国之助？这是我大夏国的事情，轮不到你一个赵国人插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给我滚出去！妙啊，真是妙！你杨教授可谓是伪君子第一人呐，将别人的成果硬说成是你的发明，然后还装腔作势的想着收别人做学生。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彻底霸占了别人的成果了？胡说八道！那是我20年前丢窃的论文，怀疑是我的学生刘汉龙偷窃了我的论文，而现在他的学生林星火拿出来了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你的论文，你杨宇什么水平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天下人不知道吗？你一瓶不满半瓶晃的，你还好意思说你研究了这些成果？你说可控核聚变最后的一款常温超导的主要材料是什么？这是我大夏国的机密，你休想套我的话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再换一个。它可控核聚变启动之前，遍布蓝光，这些蓝光是什么？在强相互作用力之下，电子拍打光子产生振动频率，是光子肉眼可见。这个强相互作用力，以光子振动频率的公式，你写得出来吗？电解水产生氢，那么怎样从氢之中提取它的同位素氘和氚？你总该知道吧？你不要问我这些幼稚的问题！你还在装？你杨宇根本就不是核聚变领域的研究人员，20年前不是，现在也不是，未来更不会是。你什么都不懂，你凭什么说你20年前写下论文被剽窃了？我不想跟你逞口齿之友。总之，你别想从我口中套出一丁点可控核聚变的理论技术。不管怎样，这可控核聚变是我大夏高能物理学院的产物，绝不可能是一个高中生能研究出来的。李星火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否愿意加入我的门下？念在你是个人才，霍格将你招入高能物理学院，未来可以有一份不错的科研工作，这可是你祖坟冒青烟3辈子才能得来的。你不知好歹拒绝了我，整个大夏将无你容身之所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怎么了？可控核聚变尘埃落定，它的功率和成功是毫无争议的事实。林星火，你作为发明人，老师，我才是发明人。林星火，你作为发明人，目前这件事情又遇到了争议，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要谈什么呢？在哪儿谈？你今年17岁，还未成人。我认为有些事情跟你的父母和老师一块谈谈，会更好。行，那我们谈什么？今天是高考的日子，而你又放弃了高考，你的前途问题需要谈一谈。同时，核聚变怎么运用，如何普及，以及关于你说的太空电梯的东西，我都很感兴趣。还有啊，你现在是大夏人，将来你是否继续做大夏人？我觉得这些都很有必要谈。那个，
冯教授。陈老先生，冯教授从赵国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目前我们大厦内部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请问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林星火是全世界的林星火，非你大厦的林星火。他是大厦的人，科学无国界。冯教授，我再跟你说一句，林星火是大厦人。林星火，我们赵国邀请你前来，我们可以给你超高年薪，10亿不够就20亿，20亿不够就30亿。您来到我们赵国，可以被载入史册，封为国之柱。冯教授，难道赵国认为我们大厦给不起这些待遇吗？还是你们认为大厦会让大厦人受委屈？算了吧。我们要采访，让我们进去。林先生，叶谨言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让我们进去。我想采访。林星火，你的发明是凭借杨教授的吗？别急，主持人，有后门可以走吗？啊，有，这边请，这边。你们先走吧。林星火，你陪我走一走。林星火，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？您是指人生规划还是职业规划？先说人生规划吧。我的人生规划很简单，为科学而生，为科学而死。我这一生为科学而生，为科学而死。唯一的遗憾是没能见到无限能源的盛世到来。我努力的活着，替你看到那一天。为科学而生，为科学而死。至于学术规划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想向全世界公开、可控核聚变。说什么？因为只有它公开，它才能真正做到普及，才能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。我们就可以集全人类的智慧为结晶，它才有真正实现它意义的那一天。可是你，陈教授，我的理想永远不是金钱、名誉和地位，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林星火，你将来会留在大厦吗？我会为你提供你需要的一切土壤。污名钓誉之人不会再有，明珠再也不会蒙尘了。陈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赵叔叔。星火，我都看见了，你是叔叔看着长大的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叔叔，您过奖了。你老实说，你可能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诺贝尔获得者，我太骄傲了。这样的传奇就诞生在我的身边，我看见整个汉城断电，你真的做到了。谢谢叔叔。你那边结束了，就赶快回来吧。你上节目这一段时间呢，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小区里一些邻居说你是大厦的耻辱，是骗子，冲进你家里面，把你父亲和老师给打了。你父亲还好，但是你老师好像不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已经送去急救了。我觉得如果可以，你就赶紧看你老师一眼吧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刘老师，等我一下。林星火，刘老师，哎呦，刘老师您来了！刘老师，进屋泡茶喝。泡茶了，开车来的，我亲自送星火去考场。我呀，让他在车上再复习复习，争取万无一失。星火，星火，火！ 10年寒窗无人问，今天是你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林星火。老师，我想要一个铜离子无菌实验设备，以及180度的零下环境。180度的零下环境，
你是想进行超导体的实验吗？我的导师是高能物理学院的杨宇教授，我好好跟他说说，看能不能介绍。但是你要告诉老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在绝对零度的状态下，大部分金属都会出现超导现象。我想改变铜离子的离子态，以达到正确的比例。然后呢？进行室温常压超导。这可是全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材料。如果你有梦想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只是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。老师，你就拭目以待吧。哇，刘老师！出大事了！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我跟林星火说的好好的，他突然就跑了。刘汉龙和林星火的父亲林海，在林星火上节目的期间，突然被人冲进屋里殴打。刘汉龙身受重伤，却没有去医院看，一直在林星火家等待结果。刘汉龙突然就晕倒了，现在人已经不行了。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有如此暴徒！刘长，一定要严惩不贷！要死了！我可怜的学生，死了，死了，死无对证了！快去医院！无论如何也要抢救刘汉龙。好，培养出了一个大夏国师。爸，爸，你怎么样了？我还好，只是皮外伤。可刘老师怎么了？刘老师他受了内伤。元军您好，我来自楚国。医生，刘老师怎么样了？准备后事吧。医生，你别吓我！医生。